别慢悠悠的，过来坐下。什么情况啊？神魂颠倒，丢三落四，还动不动跟人抬杠吵架，惹几次祸了自己数数。你看着我，我跟你说话呢。我作为你的直接领导，我都不好意思见人了。你到底怎么想的？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没怎么想，想骂就骂，想处罚就处罚吧。什么态度啊？想处分就处分，就今天手术室犯的事儿，就够你喝一壶的。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我都说接受处罚了，还想怎么样啊？跟我说话都这么冲，你吃枪子儿了？你以为就犯了今天这一次错吗？你好好想想。想不起来是吧？好，那我提醒你，你为什么要和当地医生起冲突？有完没完了？文书那事儿，我觉得我没有错，或者说不是我一个人的错，为什么只骂我呀？都排挤我，你不站我这边就算了，还跟这儿巴结当地医生，那我走了算了，我先立刻消失。你给我站住，小兔崽子！装，你给我装是吧？我拽的是你胳膊，你捂什么肚子疼啊？我没装，就是疼。怎么疼了？上腹疼下腹疼？都疼。赶紧赶紧回屋喝点热水。哎呦，你说你真是让人操心。疼的厉不厉害啊？没事儿。喝点热水。聪，我发现啊，你最近心理情绪波动特别大，脾气也火爆，像换了一个人。你自己有没有察觉？哎呀，最近就是有点烦躁，天儿太热了。不对，我总觉得你身体方面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要不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不用，没那么矫情。这不是矫不矫情的问题，你别硬撑着。我告诉你啊，你爸王院和徐护长可是把你托付给我了。你看看你这臭小子，也不好好跟你爸说话，你爸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我这儿，再三叮嘱我让我看好你。话说回来了，你要身体不舒服，不要硬扛，一定要告诉我，知道吗？哎呀，我没事儿。红姐，能不能别老跟我们家老王打小报告？我最烦别人把我当小孩一样整天看着。我说你有没有一点团队合作精神啊？你要是身体扛不住倒下了，全队的工作都要受影响。再说了，你爸妈和我那都是为你好。你说你们这些臭孩子，跟我家儿子一样，没一个让我省心的。为我好，为我好，红姐，我发现你是个键盘侠呀，个个都说为我好，可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人支持我。从院里报名员外到现在，所有人，尤其我们家老王，根本就不看好我。我都知道，你们资历老就可以看不起人，我们年纪轻就被该质疑。这些预设标准答案的假设性命题用在我身上，我表示抗议，抗议。啊，还有，每次一有点小问题，所有人都来说我，那别人呢？别人呢？那月姐和丹哥有问题，怎么不去说他们呀？等等，周月和李院长有什么事儿？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哎呀，都不是事儿，就是那天我看见月姐和丹哥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月姐上面的扣子不见了。什么意思？哎呀，孤男寡女，干柴烈火，衣服扣子又不见了，还能有什么意思？别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啊，你这样说人家可以告你造谣和诽谤。怎么是我造谣啊？怎么又是我不对了？那人丹哥自己都承认了，不信你问他去。哎呀，行了，你别说了，你别管别人的闲事儿。我现在说的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我没有问题。正式的通知您一下，我好得很，没有问题。
别老让红姐盯着我。还有，也别想使出你那套釜底抽薪把我弄回国。当年在医学院把我的学籍转到临床医学系就已经够丢人了，现在再拿出来，丢人就丢到国外了。我能照顾好自己，请您和我妈放心。哎，红姐，那个小聪怎么样啊？哎呀，肯定是不对劲儿啊！我建议先停止一下他的工作。要到停止工作这么严重啊？情绪特别不稳定，身体也不舒服，头疼肚子疼。你说今天差点都出事儿了，怎么上手术台？哎，作为他的直接领导，我决定向医院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先让他休息个几天。再这样下去，对他身体也不好。同意。小聪的事儿只能先这么办了。哎，对了，周月，你过来，我跟你说件事儿。怎么了？什么事儿？反正算了算了，那个廖宇也都是自己人，咱们可以直接说啊。你跟丹尼尔院长怎么就那么迅速的就进入那么深的关系呢？没有哦。什么没有啊？不是丹尼尔，他不是跟乔医生挺好的吗？那他这样就是脚踏两条船啊！你怎么还往上凑呢？你要找男朋友很正常，你得找个好的、靠谱的。你这种烂桃花，千万不能碰。哎呦，红姐，你老人家说什么呢？我哪有什么烂桃花？谁是老人家呀？不过确实，你和李院长到底现在是什么关系啊？就红姐说两句就算了，你凑什么热闹？你又没告诉我。你干什么？你吃醋啊？你吃我的醋还是吃 Daniel 的醋啊？哎，别转移话题，我问你呢。啊？你跟丹尼尔？啊？你刚才说我和他关系不正常，对吧？那你听谁说的？王小聪说的呀。他看见你跟丹尼尔在一起。王小聪的人品，我可以跟你保证，他绝对不会撒谎。他都看见你那个上衣扣子都不见了，你说扣子都掉了能干嘛？你说你们俩怎么就那么快就那个了呢？哎呀，那扣子的事我是可以解释的。我这扣子上次就是因为我自己一不小心扯掉了，真的。不相信你可以问那个 Daniel 院长，而且乔医生也可以作证。不信你可以问他。你信吗？不信。你别跟我撒谎。不是周月，我也不是多管闲事。你说咱们医院就咱们这几个人这么有缘到这儿来，那是相依为命啊！不是，我作为大姐，我真的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咱们在这儿工作不就2年嘛，对吧？2年时间一到，跟这儿的人和事 say goodbye 了。你千万别给我犯花痴。你要找男朋友可以，你找一个老实的、靠谱的，人家直接冲着婚姻去的。哎，就像我们廖宇，多好呀！你看踏实，专业又好，对吧？还不放弃？我就觉得你们俩就应该在一起。你说你不听我的，你非得丹尼尔。丹尼尔人家地址都是1年1换，这样的浪子，你要是喜欢上他，你死定了，你知道吧？跟你说你都不明白。哎，他今天跟丹尼尔聊天的时候，我看他笑的那就跟花一样，到时候有你哭的时候。我没有笑得跟花一样啊。没有，我都看到了，你对着他。哎呀，红姐说你的别不爱听。那李院长这段时间表现出来的，就是对你有意思。丹尼尔，他那种人风流倜傥，对这几个女人放电，那不是很 easy 的事吗？关键是你要站稳脚跟，你不能被他的甜言蜜语乱了你的心，明白吗？红姐说的没错，他到底是不是认真的，你自己可要想清楚。哎，我这样苦口婆心跟你说半天，你明白了吗？你记住了没有？你一定要担心，好吧？行了行了，我不跟你们说了，我跟你们在一起，我操碎了心。好了，我走了，我不跟你们聊了，我头都大了，我得吃点东西，我补补脑子。
都不站在我这边。上去！鬼呀你！我刚看完恐怖片。不是，那个，我今天要问你的问题还没问。所以你真的要拒绝我啊？怎么说？一个女人在对自己有好感的男人面前毫不掩饰的做你自己，要不你就把我当老夫老妻，要不就真的不给我机会。那是第二种。喂，我都还没告白。那就正好不用告了。对，那我需要一个理由啊，至少一个。不止一个。你不要骗你自己，不要骗我。好吧。我呢，就是那种比较胆小，有些时候有点害怕、有点担心、有点焦虑的那种人。有些时候，总有很多事情也拿不定主意。像你啊，就是那种放荡不羁、爱自由，全世界各地到处跑的那种人。所以很合啊。我们不是一种人啊，所以你不是我的菜嘛。而且对我来说，感情就像是，就像是那种烧烫的铁，你拿在手上又不好拿，又容易烫伤自己。丢。所以你看，你也觉得感情应该要丢啊？不丢了。所以，这个感情对你来说又好像是吃鸡游戏。什么？就是那种看到一个打一个，看到一个打一个，瞄准了就打，瞄准了就打那种游戏。所以我们两个不是一种人啊，我们俩之间的感情顶多算是那种战斗友谊，够清楚吧？不是很清楚。你说我们两个像什么？吃鸡游戏？就是我打的。这，算了，你也不用弄得那么清楚，你只要清楚我们不合适就可以了。不要再扮鬼吓人喽！他这样就喝醉了。你让他在车里睡一会儿吧，正好我们可以再来聊聊天。哎，你现在真的成了一个制香女王哎！我跟你讲，你到时候呢做好了，我帮你在网络上卖，名字我帮你想好，就叫做 Kelly Incense。真的很喜欢看你这样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哎，这歌不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听的歌吗？小白，给我2瓶啤酒啊！不，你开车不能喝，给他一杯咸柠七。等一下，你还记得我最喜欢喝咸柠七？你不是一直都喝咸柠七吗？去下洗手间，等我一下。
喂，纯。月儿，哎，我的天呀，你终于出现了！哎，我之前给你打电话一直都打不通，担心死我了。哦，我忘了跟你说，我们这儿信号不好，我这不是找了个信号好的地方给你打吗？哎，我看你朋友圈了，你居然结婚了？怎么？我出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动静，你现在是怎么回事？这男哪儿冒出来的？想好没有啊？当然想好了。哎，我这是闪婚，认识了1个月，厉害吧1个月，靠谱吗你？你得想好，别被人骗了。我跟你说，我是博士，他也是博士，身家清白，身体健康，特别靠谱。所以你这回是动真格的？是啊，我以前那些惨痛经历，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一晒男朋友就见光死，得800回了吧？这回我就发誓，不结婚，绝对不晒朋友圈。结果没成想成了。挺好的。我们大学的时候，你怎么说来着？你说你35岁之前要实现结婚的愿望。哎，你这还有3个月35，你时间抓得够紧的。是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为你高兴。祝你永远幸福，百年好合。谢谢亲爱的，不过抱歉，我要把你扔下，先结婚了。说什么呢？我们大学的时候相依为命，6根清净，早就已经烦透你了啊！你赶紧的嫁，早嫁早。行，哎，我说你也得加油啊！你最近个人情况怎么样？来，汇报汇报。喂，喂，信号不好啊！信号不好，回头聊。女博士没嫁的就剩你一个了啊，周月。Yo, bro, wake up! Woo! 酒量还那么差，已经。我已经很吃惊了，我都不知道他还会喝酒。他也不知道我喜欢喝显灵期，我们俩扯平了。刚才放的那首歌你还记得吗？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餐厅里歌手唱的。你还记得？我以为你都忘了。你们今天晚上放肆了一整晚，就不许我也放肆一下吗？你觉得我对你有好感？昨天我约雨倩去兜风的时候，你不是吃醋了吗？不麻烦那就太好了。啊 ，Daniel Lee， 友好医院的院长，以后一定会有很多需要帮忙的地方，再麻烦你们啊。周医生，你的病人进去很久了，是不是应该进去看一下？我跟他真的不是那种关系，而且我怎么知道他把我的衣服拿去洗？我就想跟你说，以后的衣服我自己洗，但你不要被这样约出去。我向往这么多年，我们之间有合作，有数据，有金钱，可是没有鲜花，没有美酒，也没有音乐和诗歌。
都是因为你回来了，让我想起来，我曾经还爱过那么多不切实际的东西。每个人都会有所追求啊。当你追逐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必须放弃另外一样。你有你最想要的，你也得到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为什么还要留下？都是因为你回来了，所以你提醒了我，我是一个贪玩的女人，都赖你。Sorry。Sorry。那你告诉我，现在我最喜欢的东西就在我眼前，我应该怎么办？你最喜欢的，在车上。为什么你还记得我最喜欢喝什么饮料？为什么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餐厅里面当时放的是什么歌？ Good night。Kelly。 I'm just kidding. You're crazy. Of course I'm in love with him. He's my husband.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小心开啊！放心，晚安。喝到现在，这么晚跑步啊，对身体好吗？哎，那是乔先生吗？啊？怎么乔先生喝了酒还开车啊？他有司机啊。对了啊，哎，喂，出来吧。你在干嘛？在这鬼鬼祟祟躲在这儿？我就想一个人静静。怎么了？没事。哎，进。刘院长，小亮，刚才我在检查手术用具的时候，发现电刀的电源线出现了一些问题，你看一下。什么问题啊？我问过文书了，文书说这医院里有老鼠，这电源线怕是被老鼠咬坏的。老鼠咬的。牙口有这么厉害，一口就咬断？我觉得既然医院有鼠患的话，应该马上请灭鼠队来清理一下吧。我们现在补款都还没下来呢，那些工资都还向晚待电呢，没钱请灭鼠队了。好，我们自己来吧。哎，当这院长太累了，什么小事都得自己来。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答应雨倩了。你干嘛？我想问你个问题。你问啊，这么壁咚我？
你刚才说是因为乔医生你才留下来的，那周月呢？你现在对周月是几个意思啊？你想脚踏两只船？不是，雨倩她不是我的船，那个周月，我连船票都还没买到。丹鸟，你是一个好医生，也是个不错的男人。我知道你身边从来不缺女人，所以对于周月，如果你不想长期稳定的跟她相处的话，就请你离她远一点，别去招惹她。这不关你的事，老鼠啊！你，获得您说。我留在本岛等待检验结果。我已经和张尔岛州州长直接联系上了，他认为这件事情可能会牵扯到州卫生署、州警察署的内部腐败问题。我们友好医院呢，负责确认和控制疫情。州长呢，则想通过这件事情彻查这2个部门。这个情况，你要向丹尼尔院长通报一下。好的。从现在开始，很可能发生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程度呢，也会超出我们的想象范围。记住啊，一旦发生意外，我全权交给你处理。啊？我就是一个普通医生，领导别人这事儿，我不行吧？哎，您看红姐行不行？红姐那么资深，哎，要不廖宇？廖宇您看，专业又好，而且为人又这么稳重，是吧？你是副队长了，拿出你的自信来。我说你行，你就行。你知道平时我为什么老是挑你来批评吗？就是因为看重你，要鞭策你成长。如果这一点你都理解不了，那我就白批评那么多了啊！早知道这样，我去批评别人了。好，霍队，您批评的好。记住啊，给我扛住了，听见没有？一定扛住。花痴算什么呀？我还见过打人的呢。之前最严重的一次啊，是半夜有个病人非说医院着火了，弄得整个医院忙得不可开交。怎么还有这样的？所以呢，花痴小事。你看，弄一下，弄一下。这么帅嘞！周医生，周医生，你看。我真的好喜欢你啊！蓝小姐，你冷静一下。好帅啊！你认错人了，你缓缓，你冷静一点。是我的未婚夫。大家先回去吧，各忙各的，好吗？美丽的未婚妻。那我们不要看了哈。我们结婚以后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你认错人了。快点，周月。未婚妻。不要看了。快点！你真的认错人了。哦，他是谁啊？快点！小姐，这位是你的主治医师廖宇，他不是你的未婚夫。他是啊。来，你再看看，看清楚，他是不是你的未婚夫？我才是他的未婚夫啊！是不是啊 ？Sorry 啊，医生，我是他的未婚夫汉克。哦，你好。所以你是家属？啊。哦，那这就交给你了。他现在有一点术后妄想症，但是没关系，很快等到这个麻药劲过了就会好的，不用太担心。哦，那谢谢医生啊。没事，平复一下他现在的情绪吧。好好好。缇娜宝贝，你是在找我吗？我一直在这里啊。啊。好了，看什么看啊？哎，你不觉得他未婚夫那个叫汉克的很奇怪吗？奇怪？我觉得你才奇怪呢。
我怎么了？这刚才这么多人来看我笑话，你不说来帮我，幸灾乐祸的。哎，廖宇，天地良心啊！哎，刚才是哪个英明神勇的大女英雄帮了你？你以为是鬼啊？哎，我就是不应该帮你，我就应该让人家漂亮女生把你紧紧拥入怀中，你就开心了。你什么呀？你看人家是未婚夫，不挺好的？你操心操心你自己吧。我有什么好操心的？昨天晚上，你和李天成，到底怎么回事？骗得了别人，你骗不了我，我可是全看在眼里了。你们男生没个好东西，都喜欢给漂亮女生抱抱。哎，担心你我。来，快，你过来，干嘛？怎么了？你不舒服啊？啊？没有。那，你要不要喝咖啡？我泡给你喝。啊？不用了。你在忙吗？哦，我跟你讲啊，这个，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你看，就是我们昨天发现我们的电刀坏掉的那一组，它的电线我已经请师傅整组换过了，但你看它像老鼠咬的吗？像啊。外面像，但你仔细看它的铜线，如果今天是咬的，这个切口不会是这么平整的。那，这才是咬过的。哦，所以这个是老鼠咬的。啊，这是我咬的。你咬的。所以你就是为了对比这两个不一样。虽然我的牙齿跟老鼠牙齿是不一样，但就是要为了证明牙齿咬过的缺口不会是这么平整的，肯定是像这个样子啊。反正你这个人挺奇怪的，这种接口老鼠咬的那么较真，重要的事情倒是那么随便。我有什么事情随便吗？对，所以我跟你讲，我们医院里有间谍，那必须得他抓出来，人赃俱获。哎，你来找我是干嘛？霍队打电话来说检验报告已经出来了，确定是脊髓灰质炎。他现在在跟联邦卫生署的人开会，准备重新投药。那赶紧跟大家说啊！不行。为什么？霍队说了，他跟州长单线联络过了，他也提出了跟谢夫一样的疑问，说这么一场凶恶的传染病，为什么还会有人去阻挡取样检验？背后的势力一定很复杂。霍队说，州长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他想借着确认疫情、重新投药这个机会，把整个扎尔岛的卫生署还有警察署摸一个遍，希望可以找到幕后黑手。所以州长就拜托霍队啦，要暂时保密。沉住气嘛，霍队还是挺厉害的啊。我说完了。哎，不是，喂，你干嘛拉我出来啊？喂，你睁开眼睛看一下。我不要。我真的骑得很慢，你看一下。我不，你就开吧。不是，你看一下，我今天能够跟这两个美女出来，我真的太开心了。两个。Yeah，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小女朋友
Señorita， 打个招呼吧。嗨 Señorita， 给你介绍一下，我女朋友周月。啊，谁是女朋友？走啦。Señorita 生气了，那你亲她一下，你安慰她一下，你就只有他一个女朋友就好了。亲你一下。说什么都可以吗？我14岁的时候被摩托车撞成了重伤，在医院里待了4个月才出。难怪你不敢坐摩托车。啊，就这样，没了。没了。这么简单？我就是这么简单的啊，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故事线，也不是什么演电视剧，所以你后悔还来得及啊。你对我成见很深，你真的是唯一一个我很认真追求，但却不怎么搭理我的女人。所以有挫败感。你只是很想要得到，但是没有得到，所以你就更想要得到那种心情，对吧？哎，我就想要得到，给我一次机会。不什么啊？给我一次让你了解我的机会。我了解你。好啊。问隐私可以吗？什么都可以问。乔医生说，你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为什么？我妈离婚后就改嫁给一个法国医生，把我带去了法国。后来我爸有他自己的家庭，虽然我跟他不那么常联系。6年前我妈过世了，只剩我一个人，没有家。我想去哪就去哪，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漂泊，而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找不到家。但也没那么可怜啊，一个人其实也挺好的啊，自由自在。你看我5年内去了2次非洲，1次阿富汗，说出来还挺帅的。你现在是不是还喜欢梁小姐？啊？那你为什么记得梁小姐喜欢喝什么饮料？而且还记得跟她一起约会的时间？我跟 Kelly 从小就认识了，对她是我第一个女朋友，但，我妈临终前说想要见我女朋友，要我把她带到她床前。她看着我跟我说对不起，就含笑辞世。
我跟 Kelly 那个时候都还太小，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但他在我最需要温暖的时候给我温暖，所以我不该忘记他吧？你是不应该忘记他。但我现在最在乎的人是你啊。什么意思？你不真诚。我不真诚。我们来算一下啊，是你先亲我的，然后现在坐我的摩托车，现在在那边陪我看星星聊天。说真的，要不是 Kelly 的关系，你早就跟我在一起了吧？哎，李天成，这是我的锅啊！天外飞锅我才不背呢！不，那这锅我背。本来就是你的。好，那我承认，这锅是我的，可以吧？给我一次机会。汉克说兰蒂娜的手术是医疗事故。没错，他还说要告我们。他凭什么告我们啊？在兰蒂娜手术中递错工具，小聪被勒令休假3天，这事整个医院都知道。可是大家都在传，他不是在休假，而是被停职调查。汉克就突然跳出来，一口咬定这是一起 medical accident。兰蒂娜手术我全程都在，廖医生及时纠正了小聪的错误，而且手术最后也很成功啊。这根本不可能是一起 medical accident。廖爷我很了解，如果一旦是出了问题，他绝对不会隐瞒的。可是友好医院有史以来头一回有病人告这种状，医疗事故可不是小事情。要不要请货队马上回来？给他打个电话。不行，货队在忙很重要的事情，不能打扰他。那你自己能行吗？货队把医疗队都交给我了，不行也得行。再说了，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 Daniel 院长，还有你们跟我一起，我们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没错，我们一起。对了，我想问一下，友好医院以前有过类似情况吗？据我所知，应该没有。岛上人都很淳朴，虽然他们害怕医院里面有鬼，可是从来没有怀疑过医生的医术。淳朴，淳朴的汉克抓住王小聪拿错工具这件事儿，说我们医疗事故，他到底要干什么？医疗事故，这明摆着针对廖医生啊！我马上去找人翻翻这个汉克的底，看他到底什么来路。我去调一下手术的监控吧。Daniel 院长在哪儿？啊，他去看小六了，估计得晚上才能回来。你阿姐过2天就出院了，回来你记得好好照顾她。好。可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两个在讲话，不然他们又会说什么？你会把地仙从医院带出来招惹我，又要把我关进神婆屋里，我可不想去那，闻到那儿的味道就头晕。那你这2天还有看到那个地仙吗？没有了，神婆说地仙已经被赶走了。对了，你有看过这个东西吗？这个很可怕的。怎么了？你一闻就会见到地仙。哦，这样啊。
那我倒想见见地仙长什么样子。哎，不要不要不要啊！会见到地仙的，不要！太恶心了，不要！哎，哎，不要！不对，这个是我最后2天闻到的，之前闻到的都是一种一闻就会非常头晕，而这种不会，反而还很好闻。这是个什么鬼医院？闹鬼！医生收黑钱！现在手术还出了医疗状况 ，medical accident， 医疗事故，把我的未婚妻变成这样，当我汉哥死了吗？这种医院早点关门算了。是，你们还能在这里住院？还能在这住院吗？你们还敢在这住院吗？破医院，缇娜小宝贝，你千万不要害怕，有我在这儿，没有人敢伤害你的。来，让一下，都让一下，都让一下。散了，散了啊！都先回病房吧。汉克先生，有，这是谁来了？就是这个医生。手术时出现了状况。喂，这位先生，请你说话慎重一点。廖宇医生可是我们医院医术最精湛的医生之一，医疗事故这么严重的指控，没有根据可不能胡说。就骗这么一个老女人，敢这么威胁我？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不然我可以把你赶出这个医院，你信不信？汉克先生，这里是医院，请你不要这么大声喧哗，到处都是病人。还有，现在是我们查房时间，如果你真的爱你的未婚妻的话，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让开。梁小姐，今天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肚脐有点痛。麻药作用过去以后，都会有点痛。那这样，我给你开一些止痛药，等你痛的话，你就吃上一片，好吗？那我看一下你的伤口吧。蓝小姐，方便我问你一下，这个伤口很像是刀伤，到底是怎么弄的？我自己跌在刀子上。跌在刀子上？你家地上都插满了刀子吗？和你有关系吗？他就是不小心绊倒了，撞在桌子上，桌子上正好有一把水果刀，所以就……不信，你问问他是不是？讲话怎么奇奇怪怪的啊，真的很讨厌。是不是？你们是医生，不是警察，该自己做的事没有做好，弄出来医疗事故，现在还管别人家的闲事。好好给缇娜治伤，我会天天会过来盯着你，我等着你们给我低头认错。现在的手术录像都交给了卫生署，它是不是医疗事故，到时候
自有定论。走。这在搞什么？好了好了，赶紧回病房吧，别在这儿看了。走吧，走了。好了好了，不要看了啦，回去哦，走了。缇娜宝贝，不要害怕，所有坏人都会被汉克赶走的。汉克和缇娜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You spend too much time on your business. You should come back more. You don't understand. It's hard to do business. I want you to quit being a doctor and come help me, but you won't. You don't care about me. Dad has passed the business down to you. He likes you better. That's cool. Daughters of the Chow family never get to offer incense. Just you. So, see? Dad likes you better. Dad still worries you and wants me to look after you. What makes Dad worry about me? Because you never choose the right woman. Yeah, see, that's sister-in-law psychology. Always thinking that nobody's ever good enough to be your brother's wife. Okay. Mandy, ugly. And May, pretty but moron. Thank you. Jelly is smart. You should stay with her, but you didn't. Okay, Kelly? She's pretty, smart, faithful. Why don't you like her? Because she's fake. Hey, be nice. I'm waiting for you to take a simple girl. A girl from a small town pharmacy. You wouldn't know anything about her. Cindy, why, you're crossing the line. Okay, let's be serious. That Hank I asked you to find out about. When can you give me his information? Well, Shashu's still checking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him. Probably won't take long. Why is that? You think he's suspicious? Medical accident is really used here. This Hank talks like he's uneducated, but he talks about medical accident quite often. Sounds like someone has taught him. And his fiancée's injury is also quite strange. Cindy, I think you should be more careful in the hospital these days. What do you mean? I have to talk about Xiaoliu with Daniel about this whole incense thing. It's all really quite complicated, but I'm almost certain that Uncle Alan's people are playing tricks. What's going on behind of it? I don't know. But you know An, bullying everyone and even going to extremes, so I'm telling you, you better be careful. You know me. I've liked fighting since I was a kid. If anyone comes, see how I teach him a lesson. Don't try and be brave, okay? Be careful in the hospital and remind Daniel and all the other doctors to be on alert. I'm serious. Hmm?大姐，怎么灵感在餐里面敷面膜啊？谁是大姐啊？我看鬼片。哎，你去看小亮了吗？他还好吗？挺好的，恢复过来了。在餐厅看鬼片，干嘛不回房间看啊？
房间太小啊，然后又没有氛围，我一会儿吵到隔壁红姐。你不懂，我这看恐怖片是为了理清思路，我在想很重要的事情。倒是你，一个外科医生，你手术都不怕鬼啊？外科医生的手术那是一门艺术，好吗？拿来跟这个比，这太恶心了吧？根本不恶心啊！你看，那挺好笑的。别看了。你看。汉克要告我们医院医疗事故的事情，你知道吧？听说了。我这就真的来来回回想了一个晚上。我用这个所有个让我集中精神的方法，比如说吃棒棒糖啊、敷面膜啊、什么看鬼片什么的，我找到了这一点。第一，小聪递错工具这个事情的确是有错，但是呢，手术最后还是顺利进行了。但是却被外界传得这么严重，所以我同意你的说法。医院里面会有一些人刻意传播谣言。第二，那个电刀的电源线绝对不可能是被老鼠咬断的。第三，这个贾汉克，我对他感觉就是不好，我觉得他有问题。第四，这廖宇跟我说了，兰妮娜那个伤口是有蹊跷的，他感觉那个伤口像是有运动伤的，不像是无意。所以你跟小廖都觉得兰蒂娜的伤不是意外？我们也只是怀疑，但是怀疑还是需要证据。哎，我们来实验看看嘛。当时有一个刀，用这个当刀。如果假设这个刀，我帮来，放在桌子上，然后呢，兰蒂娜不小心刺不进去。对呀，这刀会跑啊。把刀放在这里，压一个重物放在上面，固定这个刀。兰蒂娜，她也不太可能是走过去了，她应该是不小心摔倒。那怎么摔倒？我借你。不是，那我不借你摔倒吗？歪了，还是刺不进去。那如果那个重物再重一点呢？压。你的意思是说，他自己压制了刀，然后走过来？不对呀，兰蒂娜大概7跟我差不多，然后她的脾脏位置在这里。如果要插，她不可能是走过去的，所以她仍然是跌倒。把它又远一点，这个位置。3、2、1。插进去了。所以还是有可能的。不对，廖宇跟我说了，兰蒂娜那个伤口不是在肋间隙这个位置，而是在肋骨下方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那就必须得是有人这么。所以，另有其人。
如果真的是另有其人的话，那就说明汉克在说谎啊。但是，汉克为什么要帮一个刺杀他未婚妻的人撒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汉克刺伤了兰蒂娜，然后送来我们医院，说这是一起意外，刚好碰上了手术出错的小聪，再把它渲染成为我们医院的第一单医疗事故，告上了卫生署。然后手术室的设备又发生了故障，夸大说是我们医院管理不善。就算查到了最后跟我们医院是没有关系的，但我们的名声还是受到了伤害，所以岛上的村民对我们友好医院也就不再友好。就是这个逻辑。有没有觉得很熟悉？他们就是这么陷害谢夫的。如果我们手术当中有问题，我绝对不会推卸责任。但是我今天下午去看了一下午监控录像，我发现廖宇在整个手术过程当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而且他及时制止了王小聪的犯错。所以这一帮人想要策划的是，一边让汉克刺伤兰蒂娜，另外一边找人在医院的内外散布谣言，然后嫁祸给我们。这到底是谁想的办法？好坏啊！还好我聪明。今天下午小六才跟我说，2天前有人去神婆屋换走了那个塔香。我想做塔香的这一个人，应该就是给汉克出主意的人。不出所料的话，这个人一定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要掩盖忌讳疫情。所以还好，我的人谨慎，所以他们还没有发现自己已经露出了马脚，还想继续用对付谢夫的方法对付我们。对，就是这样。啊，对不起，还好吧。轻点。你看了我什么？脸上有东西？脸上有黄瓜。原来你们在这里啊！我刚回了趟家，让我哥查了一下这个汉克里，你们猜怎么样？我哥特地托人进入州警察署内部人口登记处调查，整个加尔岛州一共就2个叫汉克里的人，一个今年82岁，另一个31岁。不过31岁这个人10天前死了。死了？Daniel， 你干嘛？哎，你不要动他，你别摸。刚才说到哪了？说到说到那个汉克死了。对，31岁的那个。你想想看啊，最近这几天都看到了他在医院晃荡。等等啊！我们医院护士站不是有那个身份证鉴别器吗？鉴别过他的身份证是真的，所以我是不相信有鬼的啊。这就有意思了。医院里面这个汉克离身份证是真的，可是，在加尔岛州人口登记记录并没有联网，
新晋去世人口记录只有在州警察署才可以有记录，在外面，譬如说在医院里面，都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拿到，等到重新录入以后才可以查看。所以，这个鉴别器只能检测出他的身份证是真的，而鉴别不出他的身份是假的。那也就是说，只要2个样貌相像的人，完全可以利用人口登记这个时间差的漏洞，把死人的身份移植给另外一个人。可是这些只有在州警察署才能做到，而在州警察署有安万好安插的眼线。不出所料，伟大的货对，还好他们不知道。舌头露出来了。你们2个一唱一和这么默契，哎，有秘密啊？哪有什么秘密？谁一唱一和啊？那个真的汉克黎如果死了，那这个假汉克黎从哪冒出来的？哎，红姐啊，这个2号房的1号床病人，他今天做过手术，那要做一下术后检查。今天病房谁是值班医生？乔医生。乔医生啊？他不是已经回家了吗？回来了。他回来了。嗯。哦。我觉得他挺有意思的。我们来这儿这么久了，从来没见他回过家，都是在宿舍里住。要不我说她是个有个性的姑娘呢。人明明是富家小姐，可以什么都不干，家里金山银山的堆着。哎，人有理想有追求，要当医生，学成回来以后吧，明明可以让他哥打个招呼，就可以去条件最好的医院。哎，人主动要求到这艰苦的地方来，真是一个好姑娘。嗯，真是个好姑娘。我就是说她很好嘛，很善良。就像你刚才说的，人家家庭条件挺好的，但从来不靠家里，天天就在这医院里忙前忙后的，为这些岛民服务。一般这种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孩子吧，就容易走2个极端。第一种呢，就像乔医生这样的，富而不骄，独立、热情、有爱心，人见人爱。还有一种吧，就是那种好吃懒做，觉得整个世界都应该围着他转。哎，还真是。你看看咱们乔医生，哎，人不做作，低调，长得还漂亮。哎，我一想到他每天屁颠颠跟在你屁股后面向你认真求教的样子，就特别可爱。他最近还老跟着你吗？跟，不过人家就是很想做一个好医生吧，那能多帮他点就多帮他点。我听说啊，人家主动放弃了家庭的遗产继承权，真是佩服啊，洒脱。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人能娶到这么好的姑娘？追他的人应该挺多的吧？哦，我听说从咱们这儿可以排到西区去了。哎，他老跟着你，你有喜欢过他吗？红姐，说什么呢？那又怎么了？这怎么可能啊？你说我们来这儿也就2年，2年以后，我们隔的是千山万水。那要是不隔着千山万水呢？哎，行了，收拾好查房去。哎，今天是乔医生查房。哎，这不是被你绕的，睡觉。你看你脸都红了，真书呆子。
哎，妹妹，你怎么在这里哦？我做了茶，一起来喝呀。走吧。妹妹，妹妹，怎么了？黄师长，我想进去看一下，可以吗？我可以走近一点看吗？我找了你好久，原来躲在这里哦。我叫王小聪，不叫王孝聪。哎呀，我们这边口音都这样了，我连在海岛都没出过，没什么见识，原谅我喽。再说，你这个人讲话很好笑，像王小聪也没什么不对嘛。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我有个事情问你哦，你见的病人多，如果想要一个病人彻底断了自杀的想法，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你说的是王月妹吧？帮她找到一个新的兴趣点，让她为这个新的兴趣点努力活着，就没问题。就是这样讲，我找到了。她一家庭妇女，除了她丈夫什么都不想，短时间之内再帮她找一个新丈夫也不那么容易。你能有什么办法？宝宝，他喜欢小宝宝哦，不明白？周医生，周医生，怎么了？王妹出事了？啊，没有，他没出事，他很好。那你跑什么啊？周医生，我想到一个可以让王月妹放弃自杀的办法。是吗？来，你坐下说。什么办法？周医生，我这2天和王月妹在一起，终于搞清楚了她为什么一直想要自杀。她小时候是个孤儿，寄养在亲戚家，过得很难的。后来好不容易长大了，嫁了人，虽然脾气不好，总是打她，但也算比以前舒服一些了。结果现在，突然老公死了，孩子也没了。以前她从来没有自己生活过，所以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一直吵着要自杀的。但是，如果真的说到要死，她有没有那个勇气的？所以说，我想彻底断了她这个自杀的念头，让她鼓起勇气重新开始，就要找到一个新的那个兴趣点。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已经发现了这个新的兴趣点？宝宝，小宝宝。我刚刚陪他一起去看小汤包了，你完全想象不到，他那个表情啊，一脸苦笑全都没有了，而且还会笑哎，他喜欢小孩子。所以你的意思是，把小汤包给他养喽？
不可能的。为什么？他们一个没有了宝宝，一个没有了爸爸妈妈呀？是这样的，行动。小汤包现在已经是孤儿了，不论是从法律的层面上来看，还是从人道主义的层面上来看，我们都没有办法把小汤包交给一个有自杀倾向，或者是心理有一定问题的养母来抚养，这是对小汤包未来着想。那我想了这么多，都白想了哟。其实，你的发现未必是白想。妹妹，去看小汤包啊。我自己都不会再有宝宝了，看看别人的孩子也不行吗？是谁跟你说你不能有宝宝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还会再有宝宝喽？是这样的，现在还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能生或者是不能生。你刚刚出了车祸，而且还流产了，身体的状况也不太好，你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身体调理。过了这段身体调理之后，我给你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才能给你一个定论。佘医生，月妹并没有完全失去希望，对不对？当然，希望是一直都在的。活着就会有希望。月妹，听到周医生的话没有？也要好好调养身体，一切都还有希望的。等好了以后啊，你找一个真的对你好的男人，然后嘞，和他生一堆像小汤包一样可爱的孩子，对不对？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然后啊，等孩子长大，你就说阿婆，这样的日子多幸福哦，对不对？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爱惜自己，这样才有希望。我听说王月妹那件事情是你这主意搞定的，你现在好厉害！哎，我哪有那么厉害啊？我只不过是找到了他新的兴趣点，还是周医生厉害。哇塞，兴趣点这个词你现在都会说，还说自己不厉害？我自己怎么会有这么高级的词嘞？我喜欢小葱教的啦。玩小葱？哦，对，我呀认了他做师傅，哦，他真的好棒啊！他又帅又专业，还会讲笑话，哎，我们都好喜欢他哟。心如，你这么喜欢照顾人，有没有想过找一份护士工作来做一做？我怎么可以嘞？你当然可以啦！哎，我跟你讲，哎，我们医院现在在招实习护士，我觉得你试一试啊。我可以吗？好，让我试一试。好啊，那我现在就去看一看哦。好。那个，什么都别想了啊，先吃饭。有什么事咱吃完饭咱再说，好不好？哎，你们知道了，看看，老吴今天给你们做什么呀？这是油焖大虾呀！你们知道吗？这儿的虾有多新鲜，多便宜，那跟北京比起来。谢谢老吴，但是这2天这事儿乱糟糟的，吃啥都没心情。哎，周医生，你把那嫩芽都给掐掉了呀？哎，他是想把有些东西掐死在萌芽状态。现在还有心说我？那个小葱呢？
啊，小聪啊，自打宣布他休假之后啊，这孩子一个人在院里待了半天，后来自己就回房间了，到现在都没下来。哎，中午也没下来吃饭。哎，我去给他送饭吧，敲门也不搭理我。你说这孩子又倔又要强，不行，我看看他去。哎，红姐，先吃饭吧。啊，我不吃了。把葱的那份大虾给他留着啊。哎。哦，对。哎。把我的那份虾也留给他。哎，好。这孩子不能不吃饭。那您一会儿回来吃饭啊。我也不吃了。哎，上去看书了。哎，廖医生，您这，我就把这菜给你端到厨房去。哎呀，你吓我一跳！我一看这都不吃了，我以为你也不吃饭了呢。我有什么可不吃的呀？我们又没做错事儿。再说了，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饱饱的，怎么战斗啊？是不是？哎，对，周医生，学不够，看好你，比个心，别拉。红姐。啊。小聪现在怎么样了？哎，好说歹说，劝了半天，吃了那么一小块米饭，人都瘦了一大圈儿，还动不动就掉眼泪。我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这怎么会一下子这么严重？不会真得抑郁症了吧？哎呀，他这个年龄的孩子呀，根本就没有受过什么苦，从小蜜罐里长大的，一到这种环境，那肯定也是不太适应。再加上递错工具那事儿，对他打击特别大。他从来也没犯过这么低级的错误呀。那也总不能一直这么颓废下去吧？人总会犯错的嘛，犯错了改不就完了吗？哎呦，你不知道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心高气傲。就说我们家小峰吧，上大一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1，那个心劲儿。好，大2上学期考了全班第5，回家绝食了，把自己关屋子里都不出来，愣是给自己饿了2天。哎，小聪也是，在医院里多优秀啊，事事都要拔尖儿。这点挫折，我相信他能调整过来。哎，也怪我太操心，我就是看他现在的样子，让人又心疼又着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你也别太担心了，红姐。我觉得小聪，他得学会自己成长，自己去经历这一刻。